好，今天我们来当一次侦探，带大家来看一个，可以说是相当扑朔迷离的台湾法律案件。您想想看哦，一笔看起来再也正常不过的加密货币交易，怎么会最后搞到变成诈欺跟洗钱的重罪？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解开的核心谜团。好，我们直接来看。好，第一部分我们先来看看检察官是怎么说的。这个案子的被告是一位加密货币商，我们先叫他武兆好了。在检察官的故事版本里啊，这个武兆可不是什么单纯的币商哦，他们说他是一个大型诈骗集团里面的，一个关键角色，专门帮他们把那些骗来的钱洗干净。那为了证明这一点，检方就画出了一张金流地图。你看哦，钱是怎么从被害人手上转，经过好几个不同的账户，最后就进到了武兆的钱包里面。整个路径可以说是，非常清楚。好，这一张投影片就有趣了，这可是直接从法院判决书里面抓出来的内容哦。这里面就提到武兆跟他的客户一个叫 Aaron 的人的对话。你看，连武兆自己都觉得，对方给的护照怪怪的，钱的来源好像也不太对劲。但是哦，共识总有另一面嘛。武兆这边他讲的完全是另外一回事。来，我们听听看被告是怎么辩护的。他说他超冤枉的，他就是一个独立有在做 KYC 的币商，只是在做一笔很正常的生意。他觉得自己才是被骗的那个人，根本不知道手上这笔钱是赃款。可是啊，问题就来了，如果他说的是真的，是一笔合法的交易，那为什么检察官在公开的区块链上面一个字一笔记录都找不到？这就变成他故事里最大的破绽，对吧？感觉好像罪证确凿了。结果辩护方就丢出了一个可以说是技术性的王牌，叫做币安内部转账。这什么意思呢？很简单，就有点像比如说我们两个人都用同一家银行，我直接从我户头转到你户头，这笔记录银行内部知道，但不会跑到什么跨行系统去。币安也是一样，两个用户之间转账根本不会上链，所以在公开的区块链上你当然找不到啊。武兆就说他用这个内部转账真的不是要躲什么，你想想看，对币商来说这超方便的啊。第一，钱马上到账；第二，最重要的，不用付那个贵的要死的链上 gas fee， 所以这在圈内根本就是日常操作而已，很正常的。所以你看，事情就开始变得很有趣了。同一件事情，交易记录不见了，现在有了两种完全相反的解释。来，我们把它们摆在一起，好好比对一下。所以这笔消失的交易，到底是一个精心设计的犯罪烟雾弹，为了隐藏罪行，还是说这其实只是一个对加密货币交易所运作方式的技术误解？这差很多哦。那再来，那个可疑的客户，检察官认为武兆明明知道对方有问题，却还是交易了，这就是共犯。但武兆说他有做他该做的啊，他有视讯通话去核对身份，这在当时的 P2P 交易里面已经是标准程序了。所以这到底是明知故犯，还是说在那个还没什么法规的灰色地带，大家都是这样做生意的？好，然后你看这一张时间轴，这就更荒谬了。这个案子是发生在2023年4月，但在那个时候，台湾的洗钱防治法根本就还没有把个人币商纳入规范，一直要拖到1年多以后，相关的法律才正式上路。所以，这不就等于是用未来的法律去判过去的罪吗？OK， 线索都摊在桌上了，这么多矛盾的地方，那法官最后是怎么判的？结果就是完全采信了检方的说法，武兆诈欺、洗钱通通有罪。法官觉得检察官的故事比较合理，至于辩方那些技术性的解释，基本上都被驳回了。那法院为什么不信他呢？他们觉得辩方给的证据
根本都不拢。比如说，你交出来的交易记录，时间点根本不对啊！你给的钱包地址在案发那几天根本就没有任何动静。然后最关键的，你说你有过那个 Arun 视讯，那影片呢？截图呢？什么都拿不出来。法院就觉得，以武宙做这么久的经验，他早就该知道要小心了。所以，就算武兆一直上诉，最后的结果还是没有改变。你看，再审的申请直接被驳回，这个案子就这样定了。这个案子看到这里，其实留下了一个，我觉得对我们这个时代来说非常非常重要的提问。就是说，当一个新科技它的发展速度跑得比我们的立法还要快很多的时候，那司法系统到底要怎么去公平地判断一个行为究竟是蓄意的犯罪，还是一个单纯因为大家都不懂而产生的技术误解？像武兆这样的案子，我相信未来只会越来越多。这也逼得我们必须要去想一个问题：我们现在的法律真的跟得上这个世界的变化吗？这个问题，我想就留给大家好好想一想了。